今天我要来讲讲你们的脚，脚是行走的根本。你们每天都要用它赶路，却不知道它每天都在向你汇报身体的盈亏，甚至在预告你命运的走向。特别是你们现在低头看看，重点看那第二根脚趾头。我猜很多人平时洗脚都懒得正眼瞧它一下吧。你心里可能会想，尼斯啊，您这不是开玩笑吗？一根脚趾头能有啥玄机？无非就是长点短点，胖点瘦点，能走路不就行了？错，大错特错。你看看路边的大树，如果根部开始烂了，叶子还能绿吗？早就黄掉了。人老脚先衰，木枯根先竭，这是自然界的铁律。这脚底下不仅仅是肉和骨头，它是6条经络起止的地方，是肾经涌泉穴的所在，是人体接地气、吸纳地心引力的门户。我要告诉诸位，如果你的这第二根脚趾伸出来比大脚趾还要长，这在相学和医理上绝不是简简单单的长得怪，这是你娘胎里带出来的命运密码。在传统的相学里，这叫二指长过宫，不穷一世苦。但我跟你们讲，这个苦它指的不仅仅是没饭吃、没衣穿那种物质上的贫穷，这里说的苦是另一种更深层的，让你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流眼泪的心。苦是命中注定的一场结束。我不跟你们讲空话，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你们嫌烦，也听不进去。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医案。那是一个下午，台北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天黑得像锅底一样，那个雷打得震天响。我的诊室门被推开的时候，一股子湿冷气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个年轻人叫阿成，我看他年纪也就30出头啊。按理说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是阳气最旺，生龙活虎，正要出去打拼事业，光耀门楣的时候，对不对？可你们猜怎么着？他那一进门，我一看眉头就皱起来了，整个人是缩着的，像是怕冷一样，脑袋耷拉着，背驼得像个70、80岁的老头，毫无精气神。身上的西装虽然看着是个名牌，但皱皱巴巴的，像是几天没脱过，领带也是歪的，上面还沾着点雨水。最吓人的是那双眼睛，眼窝深陷，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了一拳。这在中医里叫肾水干枯，水不含木，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死气。诸位听清楚，我说的这个死气不是说人马上要断气了，而是那种心火灭了，中医讲心藏神，他的神散了，对生活完全绝望，心如死灰。那种疲惫感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神一散，气就聚不起来，身体就像个漏风的房子，四面楚歌。阿成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整个人往下一沉，那椅子都发出一声沉重的吱呀声。他都没等我开口问诊，那个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未语先叹气，唉，这一声叹息把肺里的那点阳气都叹没了。我敲了敲桌子说，小伙子别急，天塌不下来，先喝口热茶，把身上的寒气驱一驱，慢慢说。这一开口他就开始倒苦水，简直像开了闸的水库，收都收不住。他说，尼斯，我觉得我这辈子是废了，真的，我做什么都不顺，干什么都倒霉。我问他怎么个倒霉法，说来听听。他说，您敢信吗？我做生意谈好的项目，合同都摆在桌子上了，笔都拿在手里了，对方接个电话，脸一变，黄了，不是一次两次，是次次如此。要么是客户临时变卦，要么是资金链突然断裂，要么就是合伙人背后捅刀子。我就像个倒霉磁铁，只要我参与的事，准没好下场。不仅仅是事业，连生活圈子也是一团糟。他说身边的朋友渐渐都疏远他了，大家都觉得他晦气，谁沾上他谁倒霉。30岁的人了，孤家寡人一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回到家，面对着4面墙壁，想找个人喝杯酒都找不到。再说说身体，他说他全身上下没一块舒服的地方，今天头疼得像要炸开，明天胃疼得直不起腰，后天又觉得心脏乱跳。他去大医院检查，那些西医把他像烤鸭一样推进各种冷冰冰的机器里，照 CT 照核磁验血验尿，折腾一大圈，单子打出来1尺厚，花了好几万块。结果呢，医生把眼镜一推，看着那一堆数据告诉他，先生，你没病，指标都正常，
你这就是神经衰弱，是压力大，回去睡睡觉，吃点维生素就好了。阿成当时拍着大腿跟我哭诉，尼斯，我那是压力大吗？我是真疼啊，我疼得满地打滚的时候，指标是正常的，这指标能当饭吃吗？我觉得自己运气差到了极点，老天爷是不是专门盯着我一个人坑？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听完他的哭诉，我没有马上说话。我是个中医，也是个看相的，我在观察他的神色。我先抓过他的手，那是看什么？看掌纹，看气血。这一摸，手心冰凉，这是典型的心火不足，四肢厥逆，心脏的力量不够，热力达不到末梢，所以手脚冰冷。但我一看他的掌纹，嚯，这小伙子掌纹清晰深长，事业线直冲中指，财运线也不断，这明明是个能干大事、掌权柄的首相啊！我又让他抬起头看他的面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然现在气色暗淡，印堂发黑，那是被暂时的晦气遮住了，但那双眼睛底子里是藏着灵光的。这叫什么？这叫蒙尘的珍珠。按理说这应该是个有福之人，是个当老板做领袖的料，这就奇怪了，完全不符合逻辑。手相好，面相好，八字我也在心里快速排了一下，也是中上之资。可为什么现实生活里他活得像条落水狗？这叫相命相反，必有妖孽。我当时也纳闷，难道是我倪某人看走眼了？我们就这样聊了快1个小时，从他小时候聊到大，从家里父母聊到工作琐事，我试图从他的生活习惯里找原因，是不是家里风水出了问题？是不是祖坟位置不对？还是这小子不知深浅，做了什么缺德事，损了阴德？聊来聊去都对不上号。就在我准备换个角度，想给他开点疏肝解郁的药，先帮他把气机调顺的时候，阿成无意中嘟囔了一句：尼斯，您说我是不是天生就是个怪胎？我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连脚趾头都长得怪。小时候上体育课光脚，还被同学笑话是外星人等等。他这话一出口，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就像一道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瞬间把眼前的迷雾给劈开了。我一下子抓住了重点，我立刻把茶杯重重一放，指着他的脚大声喝道：把你鞋脱了，立刻马上！阿成愣住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心想这大夫是不是有毛病？看运气怎么还看脚？但他看我一脸严肃，也不敢违抗，磨磨蹭蹭地把那双沾着雨水和泥点子的皮鞋脱了，又把那双湿漉漉的袜子扯下来。果然不出我所料，诸位，当那双脚露出来的时候，我长舒了一口气，所有的谜题，所有的不顺，所有的倒霉，都在这一刻找到了答案。他的双脚，那第二根脚趾长得非常突出，明显比大拇指长出一大截，就像鹤立鸡群一样，孤零零地凸在外面，显得格格不入。我指着那根脚趾，盯着阿成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告诉他：阿成啊，你不用再怨天尤人了，也不用再去医院折腾那些冷冰冰的仪器了，那些机器查不出你的病，因为你的病不在肉体，而在命里。你所有不顺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这根脚趾头上。这既不是基因遗传，也不是什么生理畸形，这是前世的因果在你今生肉身上留下的血印，它藏着你还没还完的债，也藏着你未完成的巨大使命。阿成当时就听傻了，嘴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他结结巴巴地说：尼斯，您别吓我，一根脚趾头能决定我的命，还能扯上前世今生，这未免也太玄乎了吧。诸位，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和阿成一样，觉得我在讲神话故事，觉得我这个中医大夫不务正业，开始搞迷信了？别急，这根脚趾头背后的名堂可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它不仅关乎医学，关乎历史，更关乎你们这辈子能不能活得明白。看着阿成那一脸的不幸，我笑了笑，示意他先把袜子穿上，别着凉。中医最怕的就是寒虫搅起，这湿气一进身体，神仙难救。阿成啊，我慢悠悠地问他，你是不是去网上查过，或者有西医跟你说过，这叫什么莫顿子？阿成拼命点头，对对对，我看骨科的时候，医生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一种指骨异常，说是什么第一指骨过短，导致第二指骨承受压力太大，容易长茧子，疼痛。他还建议我穿宽头的鞋，甚至说如果疼得厉害，可以做个微创手术，
把那节骨头锯掉一点。胡闹，简直是乱弹琴。我一拍桌子，茶杯都震得响了一下，把阿成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现在很多西医最可怕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局限性。他们看人只看形而下，只看肉体，只看那几块骨头是长是短，完全把人当成一台机器在修，哪里长了就锯掉，哪里坏了就换零件。他们完全忽略了人体是一个精密的整体，更忽略了肉体背后那个看不见的主宰一切的神。我给诸位讲点医理，让你们明白为什么西医是错的。人的脚趾对应的就是经络，这第二根脚趾正好是足阳明胃经的终点，那个穴位叫立对穴。足阳明胃经是多气多血之经，它主的是什么？主的是消化，是受纳，但在情志上它主的是思。中医讲思伤脾，脾胃互为表里。如果一个人第二根脚趾特别长，说明他的胃经之气原本是过剩的，或者说这根经络的能量流注异常。这种人天生就爱琢磨，爱思考，心里藏不住事。你让他像傻子一样吃了睡，睡了吃，他做不到。他的气血都往脑子上冲，都往思虑上走。西医说这是骨头长，我说这是气太足。你把骨头锯了，经络断了，气血怎么走？那叫自废武功。我站起来走到书架旁，抽出一本厚厚的西方艺术画册，翻到折角的一页，摊开在阿成面前。来，你不要听那些只会看片子的医生瞎忽悠，你看看这是什么？阿成凑过去看了一眼，这是外国的那个雕塑吧，断臂维纳斯。这是古希腊的雕塑。我指着画册上那些精美绝伦的大理石像，这一页是众神之王宙斯，下一页是太阳神阿波罗，还有那个智慧女神雅典娜，甚至是后来文艺复兴时期那个米开朗基罗雕的最有名的完美男人大卫像，甚至还有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你别看他们的脸，你给我盯着他们的脚看。阿成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突然咦了一声，叫了起来：哎，尼斯，神了，他们的脚怎么跟我的一模一样？没错。我敲了敲桌子，声色俱厉地告诉他，全是第二根脚趾，长于大脚趾，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希腊脚。我又问他，你觉得古希腊人傻吗？米开朗基罗那种大师傻吗？他们雕刻的可是神啊，是他们心中最完美最神圣的象征。如果这真是一种西医口中的畸形，是一种病态，他们为什么要把这种缺陷刻在神的身上？为什么不把神刻成大脚趾最长的那种普通的大众脚？阿成被问住了，挠着头支支吾吾。是啊，难道是为了好看？仅仅是为了好看吗？你也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我坐下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考古学家早就发现了，这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审美偏好，这是一种密码，一种跨越千年的暗示。古希腊人认为这种脚型代表着力量、智慧和神性。在他们的认知里，那些被称为神、半神或者是带领文明前进的英雄人物，本来就应该和普通人长得不一样。这根长出来的脚趾就是他们区别于凡人的独特印记。这就好比我们中国面相学里讲，从统者为圣，像项羽、舜帝那样，身体的意象往往对应着命运的意象。所以啊，阿成，我盯着他的眼睛说，现在的科学把它叫莫顿子，把它归为基因变异，甚至说是病理异常，这真的太片面太肤浅了。科学能解释你的骨头为什么长，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拥有这种脚型的人在性格和命运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一致性？阿成好奇地问，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倾。对，惊人的一致性。我竖起3根手指，语气变得格外严肃。我行医几十年，看过成千上万个病人，阅人无数。凡是像你这样2指长过弓的人，我总结出来，他们身上几乎都有3种逃不掉的宿命。这3种宿命就像写在你基因里的程序，不管你怎么挣扎，它都会按部就班的运行。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倒霉、觉得痛苦的根本原因。说到这，我特意停顿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观察阿成的反应。他现在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从刚才进门时的死气沉沉，变成了一种急切的渴望，那是想窥探自己命运底牌的眼神。哪3种宿命？他忍不住追问，声音都在发抖。接下来我要把这3种宿命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诸位，你们也听好了，
不管你是不是这种角，听懂了这3种宿命，你也就读懂了一半的人生。我放下茶杯，看着阿成，开始给他逐一拆解这3种宿命。这哪里是讲命，分明是在给他的灵魂做手术。阿成，你听好了，这第一种宿命叫惠及必伤，也就是超乎寻常的智慧与感知力。我解释到，这种智慧不是说你读书能考多少分，能拿几个博士学位，那种世俗的聪明很多时候只是记忆力好，是死读书。我说的这种智慧是一种直觉，是中医讲的神强，它像一种自带的雷达，能轻易拨开表象，直接看到事物的核心。我给他讲了个例子，我认识一位研究古籍的李先生，也是这种角型，旁人钻研数年都搞不懂的晦涩经典，什么易经、山海经，他拿到手没多久就能梳理出脉络，甚至能说出很多书上没写，但他感觉就是那样的见解。这叫什么？这叫术慧，是前世带过来的东西，藏都藏不住。阿成听得直点头，像是找到了知音，身子都坐直了。尼师，您神了，我确实有这种感觉。以前公司开会讨论项目，大家都在吵吵闹闹看数据，我只要扫一眼那个方案，心里就莫名其妙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事儿成不了，或者这里面有坑。但我那时候年轻，说不出1、2、3来，也没人信我。结果最后果然都像我预感的那样出问题了，这就对了。我一拍大腿，但这恰恰也是你痛苦的根源。为什么？因为你看得太轻，想得太深，而身边的人都在醉生梦死。你的神太强，消耗的心血就多。中医讲心主神明，你天天用这种雷达去扫描周围的烂事，你的心血能不亏吗？你那个失眠、多梦、心悸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惠及必伤，情深不寿。你的未经之气全用来伤春悲秋，全用来焦虑了，哪里还有能量去消化食物，去滋养身体？这就引出了第2种宿命注定与平庸绝缘的孤独感。我看着阿成那双深陷的眼睛，语气放缓了一些。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个人群中的异类？上学的时候，同学聊游戏，聊明星，你觉得无聊透顶，喜欢琢磨宇宙啊、生死啊这些没用的东西。工作了，同事聊八卦，聊应酬，拍马屁，你插不上话，也不想插话，慢慢的你就被边缘化了，成了那个怪人。阿成眼圈红了，声音哽咽，太准了，我就像是个局外人，永远融不进那个圈子。有时候我也想装傻，想跟他们打成一片，但装得太累了，心里的那种孤独感像是把刀子在绞。这就叫高处不胜寒。我叹了口气，这种孤独是灵魂高处的独处，因为你的频率和他们不一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麻雀只盯着地上的虫子，大雁盯着的是万里的云路，这根本不是一个频道的事儿。你强融进去，只会伤了自己的羽毛。但是我话锋一转，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甚至带着一丝责备。前面这2点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把你推向第3种宿命布满荆棘的试炼之路。阿成，你现在的遭遇，什么事业碰壁，身体搞垮，众叛亲离，你看似是倒霉，其实是老天爷专门给你设的试炼场。这种绞型的人天赋异禀，但命运往往比普通人艰难得多。这就好比什么？好比一块好钢，你想把它铸成一把绝世宝剑，你就得把它扔进最猛的火炉里烧，拿最重的大锤去砸。普通的铁片敲2下就成型了，那是做菜刀的料，但你要做宝剑就得受千锤百炼。阿成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你是说我的倒霉是在练我？没错，我盯着他。你小时候父母离异，是练你的心性独立；长大后创业失败，是练你的坚韧不拔；感情受挫，是练你看破情执。你现在身体亮红灯，是在警告你，你的能量用错地方了。你把自己那点神性的直觉全用来搞世俗的算计、焦虑、内耗了。你就像开着一辆法拉利在泥坑里打转，引擎轰得震天响，车子却一步没动，最后不仅车坏了，人也累垮了。法拉利是用来跑赛道的，不是用来耕田的。阿成，你深有感触吧？你以为的坎坷是倒霉，其实是灵魂的进化；你以为的不顺是不幸，其实是生命的筛选。老天爷在逼你觉醒，逼你走上那条
你该走的路。如果让你顺风顺水，你现在估计早就变成了一个脑满肠肥，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俗人了，那才是真正废了你这块材料。阿成沉默了良久，像是在消化这些话。诊室里安静的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神里多了一丝光亮，但更多的是疑惑。尼斯，我懂了，我是块好钢，我是要被炼的，但我现在快被炼废了。好，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道理？我该怎么做才能不被烧死，反而变成宝剑呢？问得好。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指着外面的天空。此时雨稍微小了一点，天边隐隐透出一股光亮。这就要说到最根本的东西了，这不是倒霉，也不是什么基因诅咒、希腊角、莫顿子，这些都只是西医给的标签。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得从更古老的智慧，从佛法、因果和物理磁场里找答案。下面我要告诉你，你这根脚趾头到底是你前世欠下的哪笔债，许下的哪个愿。好，既然大家都听进去了，我们就往更深的地方挖。我转过身看着阿成，语气变得格外郑重。窗外的雨停了，一道阳光刚好透过窗户洒在枕桌上。阿成，世间万物没有无缘无故的存在，你的命运，你的身体，甚至你那根比别人长的脚趾头，都是过去因缘的聚合。我指了指他的脚说，这第二根脚趾的长度就是一个独特的符号，简单说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尼斯，那我这到底是种了什么因？阿成急切地问，身子都快贴到桌子上了。听好了，我竖起2根手指，凡是二指掌过弓的人，前世大多有2种极端的能量显现。这根长脚趾就是前世未尽的誓愿和沉重的业障在今生留下的印记。第一是未尽的誓愿，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需要这根脚趾长？是那些需要极强抓地力的人，是那些需要走长路、登高山、涉险滩的人。在古代，这代表着苦行僧、武将，或者是心怀天下的义士。拥有这种脚型的人，前世大多许下过宏大的誓愿，可能是个修行者，在佛前发愿要普度众生，但直到圆寂也没能完成。可能是个将军，发誓要守护一方百姓，最后却战死沙场，壮志未酬。我看着阿成说，这份誓愿的力量太强大了，太纯粹了，就算肉体死了，灵魂经过轮回转世，那股气还没散，它就像一个烙印，狠狠地打在你的灵魂上，并且在你今生的肉体上显化出来，就是这根突出的脚趾。它是誓愿的锚点，它在时刻提醒你，别忘了你前世答应过的事。阿成听得浑身一震，仿佛被击中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眼泪又要下来了。第二是沉重的业障，但是阿成，你要知道，有大愿者必有大魔考，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今生会这么倒霉。这根长脚趾同时也代表着你前世积累的业力，这业既是功业，也是业障。这份使命感让你的人生道路注定充满考验，这些考验你看似是苦难，是折磨，是倒霉，其实都是业障在作祟，也是灵魂成长的必经之路。我走到阿成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业障不是为了惩罚你，它就像一块磨刀石，你前世的愿力有多强，今生的磨砺就有多痛。你以为的那些小人，其实是来成就你的忍辱，你以为的破财，其实是来帮你消减贪欲。阿成猛地站起来，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尼斯，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这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还债还到死，我有愿力，我想觉醒，您教教我，怎么才能启动这份愿力，怎么才能转运？我看火候到了。好，既然你想改命，我就给你开3味新药，这药不苦，不用花钱，但能不能治好你的命，全看你能不能坚持。我伸出3根手指，给他开了这3味新药。第一味药持戒，名为闭口禅，实为养肝木。阿成，你现在的状态就像个破了洞的水桶，你拼命想往里装水赚钱求运，但那个洞不堵上，装多少漏多少。这个洞是什么？就是你的抱怨。佛门讲贪嗔痴是3毒，中医讲怒伤肝抱怨，就是嗔恨心的温床，是慢性自杀。我从医理上给你讲透，当你一开口抱怨，你的肝气瞬间就郁结了。
肝属木，木是用来生火的，火就是你的心神。木头湿了，郁结了，火怎么烧得旺？心神一灭，阳气就散。更可怕的是，肝木克脾土，脾胃是你的后天之本，也是你的财库。你每抱怨一次，就像拿锤子在自己的财库上凿一个洞，你的财气、福气顺着这个洞全漏光了。所以这味药的具体吃法如下：一、设一个3秒钟的止语阀门，当那个倒霉事发生，比如被客户骂啦，走路摔跤啦，你火气蹭一下上来的那一瞬间，我要求你强制自己闭嘴3秒钟，舌顶上颚，那是任督二脉交接的地方，把那口想骂人的恶气咽下去，化成口水吞进肚子里，这叫水火既济，这叫炼精化气，绝对不能让那个丧气的话冲出喉咙。二、把为什么转成凭什么，别再问老天爷为什么是我倒霉，你要马上转念问自己，凭什么这件事能伤到我？是不是我哪里还有漏洞？凡是让你痛苦的，必有其意图。你把抱怨的能量转化成找原因的能量，只要你忍住不发牢骚，你的肝气就顺了，财库就守住了。第二味药，行善名为布施，实为生阳气。堵住了漏，还得往里注水啊，水从哪来？从善缘里来。阿成，你不是说身边没人帮你是吧？因为你体内全是阴气，阴气重的人像个黑洞，谁靠近吸谁，人家当然躲着你。你要想转运，就得把体内的阳气生发起来。怎么生阳？行善就是最好的生阳药。别跟我说没钱，我要你做的行善叫无相布施，1分钱都不用花。具体这么做：一、言施，给陌生人一张笑脸。中医讲心其华在面，你每天板着个脸，那是死相。我要你从今天开始，见到小区的保安、扫地的阿姨、便利店的店员，哪怕你不认识，也主动点个头，给个笑脸。你这一笑，心脉就通了，对方回你一笑，那个正能量场瞬间就接通了。二、言施，把刻薄换成水洗，看到别人发财了，别在那酸溜溜的说人家那是运气好，你要学会水洗赞叹。你说一句恭喜，这老板真有本事，那个福气会产生共振，分一部分到你身上。你如果在背后咒人家，那个诅咒最后全会反弹回你自己身上。三、深思，做没人愿意做的小事。走在路上，看到共享单车倒了，你扶一把；公共厕所洗手台上有水渍，你顺手擦一下；电梯来了，你按住开门键，等后面的人2秒。这叫积阴德。阴德就是不被人看见的善事，它的回报率是最高的。你那根脚趾头不是代表前世的愿力吗？你做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是在给那份愿力充电。第三味药，修行名为内观，实为回神光。最后这一味药是最关键的，叫潜心静修，内观自省。现代人为什么病那么多？因为神外散得太厉害了，眼睛盯着手机，耳朵塞着耳机，神全跑外面去了。家里也就是身体里空空荡荡，贼风邪气当然随便进。我给你布置一个雷打不动的晚课，必须执行。子时之前必须归位，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子时，是胆经当令，是一阳复始的时候。我要你在11点前把手机扔到客厅，坚决不带进卧室。这一步做不到，前面全白搭。睡前过电影，法关了灯，躺在床上，不要急着睡，花10分钟，像放电影一样，把你这一天做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哪怕今天依然倒霉，你要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那个倒霉的自己，分析一下当时我为什么会发火，当时我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我是不是可以处理得更圆融，用你那2指常过功的天赋智慧去审视你自己。这就叫回光返照，这是道家修炼的词，是把散在外面的神光照回自己的5脏6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感恩。不管今天多惨，最后闭眼那一下，你要在心里找出一件值得感谢的事，哪怕只是今天吃了一碗好吃的面，或者今天没淋到雨。为什么要感恩？因为感恩是宇宙中频率最高的能量。当你带着感恩的心入睡，你的魂魄在梦里得到的是滋养；你带着怨气入睡，你的魂魄在梦里还在打仗。阿成这3味药，闭嘴养肝，微笑生阳，睡前收神，你一定要记好了。听完这3点，阿成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神里透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尼斯，我听懂了。以前我总是向外求，
求神拜佛，求人帮忙。原来真正的药在我自己身上。停止抱怨，多做善事，每天反省。这3条我记住了，不管能不能改命，我都愿意试一试。我看着他走出门的背影，那个背稍微挺直了一些，我知道那颗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但是只有种子不行，还得看能不能开花结果。这之后我有整整3年没见过阿成，时光荏苒，转眼就是3年。这期间我阅人无数，早就把阿成这档子事放在脑后了。直到有一天，我的诊所门口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再次出现。那是一个阳光特别好的午后，我正在整理几个疑难杂症的病案，门口的风铃叮铃铃响了，进来了一个男人。我抬头一看，哎呦，这人是谁？只见他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眼角有了几道鱼尾纹，但面色红润，印堂发亮，那双眼睛炯炯有神，透着一股子自信和从容。他走路带风，脚下生根，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跟3年前那个驼背丧气像游魂一样的年轻人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见我愣神，笑着大步走过来，声音洪亮地喊了一声：尼斯，别来无恙啊！我盯着他看了好几秒，才猛地反应过来，你是阿成？正是。阿成哈哈大笑，那笑声中气十足，哪还有半点当年的阴郁。坐下后还没等我问，他就迫不及待地跟我汇报这3年的战果。尼斯，您当年给我的那3味药神了，真神了。阿成激动地说，他说刚开始那半年最难熬，习惯性想抱怨，遇到客户刁难，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但每当这时候，他就会想起我让他看的脚趾头，想起那句这是前世的愿力，硬生生把那个嗔念给压下去，转而对自己说，这是考验，这是宵夜。神奇的是，当他不再抱怨，心平气和地去处理问题时，那些本来要黄的项目居然有了转机，客户觉得他沉稳靠谱，不像以前那样急躁，反倒愿意多给他机会。接着是行善。阿成说，他听了我的话，每周坚持去社区做义工，去帮孤寡老人修家电搬东西。一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傻子，白干活不拿钱，但有一次他在做义工时，无意中帮了一位不起眼的老伯，没想到那位老伯竟然是一个隐形富豪，还是行业内的大佬。老伯看中了他的人品，觉得这年轻人心地善良不功利，直接给了他一个大订单，甚至成了他生意上的贵人。尼斯，您说的太对了。阿成感慨道，以前我天天专营算计，啥也捞不着，现在我只管行善，不求回报，结果贵人自己找上门来了。现在的公司生意顺风顺水，财运一路攀升，以前躲着我的那些朋友现在都围过来了，而且我现在交的朋友都是跟我一样正能量能同频共振的人。我又给他把了把脉，脉象平和有力，气血充盈，此脉承取有力，说明肾气回来了，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头疼胃疼全都不见了，这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阿成啊，我笑着问他，那你现在还觉得你那根长脚趾是倒霉的标记吗？阿成下意识地动了动脚，笑着说，尼斯，我现在把这双脚当宝贝，它不是枷锁，它是钥匙，是它提醒我有特殊的使命。我现在每天晚上反省的时候，都会看看它，告诉自己这一世没白来。我看这火候已到，便站起身，对着在座的所有人做最后的总结。其实不管是阿成还是无数像他一样的人，他们的经历都证明了一个铁律，相由心生，命由心转。主流科学用什么希腊角、莫顿子这些冷冰冰的术语，把这个印记病理化、平庸化，让你以为这无关紧要，甚至让你自卑。但古老的智慧早就告诉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天机。这根脚趾头是老天爷怕你忘了前世的誓言，特意给你留的记号。他提醒你要敬畏因果，要珍惜生命，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天赋，更不要被眼前的磨难打败。说了这么多脚相，我最后要告诉你们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有人会问，尼斯，我第2根脚趾不长，是不是就没救了？是不是就没福气了？错，大错特错。相学只是表象，心学才是根本。风水界有句老话，福地福人居，
你心眼好，你善良，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吉地。你心术不正，你天天算计人，就算把你埋在龙脉上，你也得遭殃。这根长脚趾只是一个显性的提醒。对于没有这个特征的人，老天爷的提醒藏在你的良心里。不管你脚长得怎么样，善念才是改变命运的万能钥匙。愿力大于业力，只要你发大愿，行大善，烂牌也能打成王炸。反之，如果你作恶多端，好牌也能打得稀烂。所以记住了，最好的风水不在祖坟，不在房子，而在你的这颗人心。也许你就是那个带着印记的人，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也许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正被误解，被嘲笑。现在我请你们做一个动作，在评论区留下善言或者祈福二字，这是为了给你自己接引福气。中医讲气机感应，我们要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正向磁场。当成千上万个善字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股力量是可以撼动因果的。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愿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安康。请相信，美好的日子即将开启。只要你心怀感恩，坚守善念，福报就会源源不断的向你汇聚。我们下期见。